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来读一小段《六祖坛经》。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可能会轻松一点，就3-5分钟，简单读一小段就好。那最近呢，这4-5天我们都在读行有品后面这一段内容，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那这段话也已经读得差不多了，所以说我想要往后面的进度去推进。其实从这几天读这段话的状况，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这段话可以延伸到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本来我有打算要从一个很核心的角度，就是政治层面，就是说一个结果，比方说选举的结果，那它背后的原因，还有深层的，其实跟深层的民众心中的意识状态有关。不过这个话题我就不想去聊了，其实只要从我们前面举的几个例子的方式呢，大家自己去领悟的话，就能够了解了。这个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在不同面向的应用，所以我们就不多聊。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呢，任何制度的运作，其实就是要每个百姓、每个普通人，就像六祖慧能将这个心法想要普传一样，如果每个人都有能力呢，反观，就是说，当你看到外境的结果和外境的人家的思维推论在运作的时候，你自己同时也能够关照自己心中的状态，进而呢，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去应对外在的外境的话，你才能够做出真正所谓客观的，并且呢，自己真正想要的决策，不然很容易是被带风向，或者是被向左或向右的意识形态给掌握了，就没有自己真正的心生出来。就像修行一样，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当修行者没有跟自信智慧连结的时候呢，一切万法都变成是，就有点像《六祖坛经》后面有一段法达呢读《法华经》的那一段所讲的一样，就是变成，你那句话是什么讲的？我想一下，就是我来考找机缘品。对啊，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就是被经转了，就是被自己所修行的方法给驾驭了，而不是去驾驭这个修行的方法，这样子。所以说，任何的层面都是同样的道理，政治也是一样。其实呢，民主制度要真正理想的运作的话，除非每一个选民都能够进入到仁者心动的层面呢，不受外在风动和翻动的影响，不被外境熏陶影响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你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科学的领域、科学的议题，或是一些国家大事的层面，其实小老百姓是没有能力做出专业正确的判断的。所以，如果要将国家大事都交给所有每一个人去做出判断的这样子的制度呢，就会造成了，不是我说哈，就是说，目前以来我们观察到，就是会造成对立，就是因为大家的专业程度不可能涉及到所有的领域，你想想看，老百姓就是安居乐业而已，所以说变成说他相信某个阵营，然后呢，我相信另外一个阵营，就变成大家是相信某个阵营的说法。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就变成，如果两个阵营一直对抗的情况之下，国家的发展就是停滞在原地这是扯远了。我本来是说不聊这个的好，那我们就不聊了。
所以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个话题呢，就是进入到深层。所以呢，当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的时候，大家在风帆的层面讨论，就像很多的修行者在身心的层面议论就像很多的各个领域的现象，大家在物质和这个悟的道理、所悟的道理这个层面去探讨的时候呢，六祖慧能却指出了核心层面就是第八意识还有生命源头的层面。那既然呢，六祖慧能提出了这个层面是所有的人都没发现的，就是所有的人，大部分人都没有去想过这个面向，所以大家都吓了一跳，因为大家聚焦点都在风动跟幡动而已。这时候，印宗法师呢，法性寺的印宗法师就将慧能请来，整个法会当中呢，那个印宗法师就将六祖慧能，因为六祖慧能这个时候的外观只是一个行者而已行者，因为他在猎人队里流浪了就是避难15年，所以说他的外观可能就是跟猎人差不多，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呢，也不是穿着出家人的样子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一个行者的样子。但是呢，这个时候印宗法师他本身也不是一般人也是属于很有见识的人，所以说他听到六祖慧能进来说了这句话，等于是大家在讨论当中呢，六祖也有一个机会，他也分享了他的意见，他也跟大家一起探讨了，他就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个时候印宗法师注意到了六祖慧能，他就将六祖慧能呢邀请到上座了，就是法会的比较前面来，可能给他一个座位坐着。这个时候呢，大家在讨论这些涅槃经里面的一些道理嘛，从风动幡动层面在讨论。那印宗法师呢，就请慧能坐下来，就跟六祖慧能对话了。跟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外观看起来很普通，可是呢，印宗法师本身就知道说呢，五祖弘忍的顿教法门和衣钵呢，他说很早以前就已经听说呢，黄梅就是黄梅县东禅寺，意思就是五祖弘忍这边呢，衣钵和心法呢，已经传到南方来了。所以说，印宗法师马上就想到六祖慧能，因为虽然六祖慧能已经避难15年那么久了，可是其实天下已经许多人，尤其是这个修行圈子的人都知道五祖弘忍的祖师的衣钵信悟和顿教法门，已经五祖弘忍亲自说的嘛，到南方去了所以说印宗大师就已经在问慧能说，难道您就是五祖弘忍的心法传人了吗？就是第6代祖师吗？就是所以说印宗法师呢，他知道有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邀请慧能呢跟他对话问他一些经典佛法当中一些核心的症结奥义跟他探讨一些佛法心法当中一些核心的问题，一些核心的关键点，用这些核心的关键点来去辨认看看这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行者，到底是不是他心中所想的这一位对象。结果呢，没想到呢，不管他问慧能什么佛理当中一些深奥的奥义，一些深奥的一些一般人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或是一般比较深奥的一些道理，比较抽象的、比较深层的东西，没想到呢，慧能都可以用很简单的言语呢，将这些核心的这些法义当中的道理呢，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正确，用很简单的口语、很简单的文字，就能够呈现出这些复杂的含义当中核心的精神。而且呢，很重要一个关键点，当六祖慧能在表述这些佛法概念的时候，他所使用的文字和言语呢，他并不是照本宣科的将这一些佛经、一些经典里面所讲过的话，
重新搬过来解释。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还有讲师，因为怕讲错，或者是说本身学习层面呢，就还在第六意识悟的阶段，就像我们研究科学研究学问一样，还在用理论探讨阶段，它并不是跟自己自性智慧已经连接上了，所以说他没有办法随时随地的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一个道理，所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会用以经解经，比方说，这段话意思就是像说某某经典的某一句话一样的意思，或者说这段话意思就像后面某一句诗句里面的一样的意思，他能够辨识说，你所问的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对应到哪一部经典的哪一句话，然后用那部经典的话来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可是你这样子的回答呢，只是理论上你知道说，这个意思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然后用那个意思来解释这个意思，可是并不是你真正跟自性智慧有连接上的。因为真正跟自性智慧连接上的话，你可以不由文字，你可以变化各种表达方式，但是又不离开宗旨。所以说这边一句简简单单的，印宗法师用一个简单的这种方式去看到六祖慧能够言简理当，不由文字，这句话就已经是明心见性的证明。换句话说，你看一个老师到底有没有真正悟了一个道理，或是真正明白已经内化实践的一个道理，你只要看他是不是可以超越经典原来的文字，用不同的方式，用简单的言语，就能够把佛法里面的道理说得很清楚，而且呢，可以跟生活不同层面、人生不同层面的道理都能够相连、融会贯通，不用再依赖佛经里把某一句话背出来。传统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能够把一些可以朗朗上口呢，把一些经典里面，比方说整部经典背下来，或者说整部经典某一些道理能够那个随口就能够脱口而出，都能够说得很，就是随口都能够把一些经典的文字能够搬出来用，就好像是很厉害。其实这个只是你记忆和思考的层面的运用而已，不是因为达摩祖师所传的是心法，不是文字。达摩西来一字无嘛，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啊。所以说，印宗法师透过从慧能的这种反应，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你说一个很厉害的老师，或是一个讲经说法很厉害的老师，或是他自学经典很厉害的老师，他如果跟他问这些佛理、佛经当中的奥义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他会搬出，比方说常读《金刚经》的就搬出《金刚经》跟你讲，常读《圆觉经》就搬《圆觉经》跟你讲，常读什么经典就搬什么经典跟你讲。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根据他所喜欢读的经典，喜欢读小乘经典，喜欢读阿含经就搬阿含经跟你讲，他会搬出他熟悉的文字去跟你应对。可是慧能却不是这样，他用很简单的言语，根据你所问的情况，就可以去回答说你说的这句话背后是什么道理。就像后面无尽藏有一个尼姑无尽藏，也是读了涅槃经，读到不了解的地方，慧能就跟他讲说，你看什么地方不了解呢？你读给我听，我虽然不识字呢，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无尽藏就问他说，你连字都不认识，你怎么能够明白我所疑惑的这些佛典背后的道理呢？六祖慧能就告诉他说，一切诸佛经典当中的佛经当中的这些诸佛的道理呢，其实是在自性智慧当中可以取得的，不在于这些跟我认不认识这个佛经当中的这个文字是没关系的。然后无尽藏就知道说，
这个六祖慧能不是一般人。同样的，印宗法师这也是一样，他看到慧能这样子回答，他就知道说，您是不是五祖弘忍的传下来这个第六代祖师的传人呢？那慧能就说不敢当。那印宗法师就跟他行礼了，致敬，就说：“那你有没有能够将衣钵信物拿出来呢，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作为信心嘛，就是印证这样子。”好，那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今天先读到这边哈，那剩下的内容我们就明天再继续聊了。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